他跪的那一瞬间，丁禹兮愣了，那不是屈服，而是觉醒。那一夜，风从江口卷起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雪密密地下着，打在破旧的船篷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码头尽头，一艘盐船静静地停靠在黑暗中。赵灵靠在船头，嘴里叼着一根干草，眯着眼望着远处的雪。他被江湖人称作九尾蛟，因为他命大，很辣，难缠。这一趟路，他本只想平安把私盐运到南关，拿钱散伙。可他没想到，命运在这场风雪中塞给了他一个女人，傅庭云。那姑娘穿着破旧的狐裘，衣角被雪打湿，眼神却倔强得像一簇火。她藏在船舱的暗格里，连呼吸都在颤，却死也不求饶。赵灵第一次觉得，世上有种人，不靠权势，不靠刀，只靠骨子里的硬气活着。那一刻，他嘴角的冷笑消散了一瞬，仿佛这场风雪也在为他们的命运揭开新的篇章。他的坠落，他的救赎。傅庭云曾经是京中最受人敬重的名门小姐，她聪慧、温柔、知书达理，是无数贵公子梦中的白月光。可就在成亲前夜，她被人诬陷，成了巫女。那一夜，她的家族冷漠地将她逐出家门。傅家不容污点，那句话比风更冷。她逃到江边，被追兵逼入绝境。若不是赵灵的那艘盐船，她早就葬身冰河。赵灵救她时，只淡淡说：“这姑娘值钱，卖出去能换笔银子。”她没哭，也没求，只问她一句：“你要多少钱？我自己赚来还你。”那一刻，赵灵愣了。她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，即使满身污泥，也不愿被人怜悯。那眼神像火，照亮了她心里最冷的角落，让她想起自己曾被遗弃时的那种痛与恨。为了避追兵，他们假扮成夫妻。他唤她夫君，他叫她娘子，每一句称呼都像是刀子在心上划。他们睡在一张破草席上，听风听雪，听命运呼吸。赵灵有时看他偷擦眼泪，就低声笑他矫情，可那笑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温柔。他却从不依赖他。他学着划桨、修棚，甚至学会在夜里变星。他说，既然逃，就要自己知道方向。那一刻，赵灵明白，她不是要被保护的女人，而是要和命运对抗的人。而在那片雪夜的微光里，他们两个都开始学会相信同行的意义。他们一路逃亡，一路看尽人间。码头的雾，山林的火，边关的雪，盐城的风，每一处都危机四伏，也都美得让人窒息。镜头没有刻意浪漫，却真得像呼吸。风声、马蹄声、雪落声交织成一首长歌。他们不是走在逃亡的路上，而是在走向命运的尽头。那是一种极少见的古装质感，不靠特效，不靠滤镜，而靠人的存在。观众能在他们身上看到真实的痛与挣扎。每一步都踏着雪，每一眼都像在告别，那种孤独仿佛穿透屏幕，刺进观众的心。逃亡不是终点，反击才是。赵灵从一个走私贩子意外揭开了盐政黑幕。傅庭云利用自己旧日的学识，协助他收集证据。他们从被追捕者成了揭露真相的人。他们揭穿贪官，直击朝堂。当傅庭云在堂上怒问，若李娇不能护人，便当破之。那一刻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她不再是逃命的女人，而是一个敢于撕破不公的战士。赵灵看着他，第一次低声说，你赢了，不是靠我，是靠你自己。那一瞬，所有委屈与苦难都化成了力量，它像一把被锻造出的刀，终于出鞘。每一针都像真实存在。从傅庭云发间的银钗，到赵灵衣襟的污泥，细节都能讲故事。赵灵从粗布衣换上官服，是她命运翻转的象征。傅庭云从素衣变成红衣进装，是她重生的标志。那场雪夜奔逃中，她披着红衣，她护着她前行。红与白交织，像血与血，像醉与救。那一幕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永恒画面。那一刻，不只是色彩在跳动，而是生命在燃烧，仿佛命运都在他们肩上呼吸。丁禹兮饰演的赵灵，把野和针演到了极致。
他不是完美的英雄，而是一个有伤、有愧、有血的人。那场在泥水中怒吼的戏，他哭得像个被剥皮的野兽。邓恩熙饰演的傅庭云，安静得让人心疼。那场跪别戏，他不哭不喊，只是缓缓低头。当他抬眼的那一刻，观众的泪早已掉下。他跪的是过去，站起来的是重生。这不是表演，而是灵魂在燃烧。那种沉默的力量，比任何台词都震撼，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也曾跪过的时刻，跪给命运，却也站给尊严。刘敏涛与谭凯的加入，让整部剧的格局更稳。刘敏涛饰演的傅家主母，眼神如刀，气场逼人。她不需多言，一个转身就能决定生死。谭凯饰演的严正史是条毒蛇，阴狠克制，却让人不忍恨。他们的对手戏像刀剑相交，火花四溅。这就是好演员的力量，他们不演，他们在。他们用多年沉淀出的底气，让角色不只是人物，更是命运的化身，让每一次对视都暗藏波澜。导演不拍梦幻，他拍真相；编剧不写童话，他写人如何被逼着成长。他们不要甜腻的对白，而是锋利的现实。每个角色都有选择的痛，每段感情都有代价。正因这种反套路，这部剧才格外珍贵。它不是爱情剧，而是人性剧。它让你看到，哪怕卑微，也能活出尊严。也让你知道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救赎别人，而是被现实碾压后依然不倒下的那一口气。拍摄之初，丁禹兮雪地一跪就冲上热搜。网友说，他跪的不是剧情，而是命。邓恩熙奔跑回眸的定格，成了年度最有情绪的画面。那眼神里有恐惧，有决心，有不甘。评论区沸腾，这不是剧，是血肉，是信念。短短几天，预约破100万。他们不是被营销吸引，而是被真情打动。热度背后是观众对真诚的渴望，对现实中难得一见的真情的回应。这部剧的魅力在于让人看到自己。赵灵的倔是无数普通人面对命运时的挣扎。傅庭云的勇是每个被逼到绝境后仍不认输的灵魂。他们不只是自己，也活成了观众的镜子。你以为他们在逃亡，其实他们在救赎。你以为他们在演戏，其实他们在替我们活一场不敢活的生命。每个目光都像在问，如果是你，你还会跪下吗？还是也会，哪怕疼，也要站起来。在特效横飞的时代，能打动人的，不是宏大，而是真诚。这部剧的真，不在台词，而在每个眼神，每次呼吸。你能看到演员真的冷，真的痛，真的哭。你能感受到镜头后的那份尊重，对故事，对观众，对生命。观众不是要看梦，而是要看活着。而这部作品给了他们活的感觉。因为真诚让人心动，因为真实让人共鸣。这才是艺术的意义，让人相信痛过也能笑。看完后，许多人沉默了很久。有人留言说，我好像看见了那个在命运里挣扎的自己。也有人说，他让我知道，原来不低头也能活下去。丁禹兮、邓恩熙用血肉演出了花开的意义。花不只是春天的象征，它也可以开在雪夜，在泥地，在绝境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感动，请留下你的想法。哪一幕最触动你？是他们并肩逃亡的夜？还是那句，若礼教不能护人，便当破之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你的感受。点个赞，留个言。你的支持就是下一段故事继续的勇气。愿每一个在风雪中前行的人，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花开锦绣。